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说起网红这两个字，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觉得这群人有种敢为天下先的气魄。有时候他们做的一些事情，往往能够刷新你的三观。今天小渊就为大家讲一个越南女网红的故事。虽然她没能实现财富自由，但她却用3个小时的时间为自己实现了牢饭自由。故事发生在越南的胡志明市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贡。它位于越南东南部，是越南最大的城市，扮演着多种核心角色，例如经济贸易中心、交通中心，还有文化中心等等。然而，有时候大城市即使再繁华，也很难改变普通人的忙碌还有贫穷。2020年10月10号这天中午，正是一天的午休时间，当地新附郡的一家银行门外突然围满了很多路人。吃瓜群众围观的原因，并不是因为这家银行要倒闭，而是因为它发生了抢劫案。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抢劫的人不是电影里那种戴着头套、手拿长枪、抱着粗褂的匪徒，而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弱女子。一个如此普通的女子，怎么就敢单枪匹马抢银行？难道说是梁静茹给了她勇气吗？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这天中午的12点半。根据监控记录，当时一个戴着墨镜还有口罩的女子走进了这家银行之后，直接就把一个包举到半空中，然后大声对银行职员说：“你们全都别动，这里面装有炸弹。”突如其来的情况让工作人员错愕了好几秒钟，在他们刚反应过来时，他们就直接被墨镜女洒了一身汽油。看着女子手上的打火机，所有人都不敢乱动，只能大眼瞪小眼地看着对方。而大堂经理更是一脸郁闷，我记得今天出门之前有番黄历啊，明明写的是诸事大吉，怎么就碰上了这么一个不要命的疯婆子呢？接着，墨镜女一边挥舞着手里的打火机，一边拿出准备好的包包，命令柜员往里面装钱，不然大家就等着一起死。看着墨镜女不要命的架势，柜员只能照做，毕竟工作是银行的，钱也是银行的，命呢却是自己的，而且只有一条。当然，墨镜女知道报警按钮也许就藏在柜员的桌子底下，所以她指着炸弹说道：“这里面装的是定时炸弹，只要你们敢报警，我就立即激活炸弹。”不过，柜员还是偷偷地按下了按钮，因为案发时间刚好是中午，是银行工作人员的午休时间，所以当时大堂内并没有其他顾客，只有几名工作人员。在把背包塞满后，墨镜女就直接离开了银行。离开前还用绳子绑住了银行大门，给自己的逃跑争取了时间。从进入银行到离开银行，女子只花了5分钟左右，整个过程一气呵成，几乎没有任何拖沓。她一共抢走了21亿越南盾，折合8万美元左右。说到这里，肯定有观众会说，搞了这么大阵仗，才抢了8万美元，这最起码也得在后面加个0才对啊。但实际上，在2020年时，越南的人均年收入才2200美元左右，所以8万美元算下来也不是一笔小数目。而最重要的是，对于墨镜女来说，她知道自己在银行里面待得越久，她的风险就越大。接到报警后，当地警方很快就来到了现场，并且封锁了银行周边的几个关键路口。他们就调取了银行内外的监控，发现抢钱的墨镜女是搭乘出租车来到案发地。整个过程，出租车一直停在外面等他，直到他完成抢劫后才载他离开。所以警方就隐隐约约地觉得，也许这名女子是被人威胁，因为出租车的辨识度很高，谁会蠢到坐出租车去打劫呢？又也许墨镜女的背后藏着一个犯罪集团。从银行离开之后，墨镜女就来到了当地一个购物中心，人员进出频繁的商场，确实是街头的好地点。不过警方最担心的问题是墨镜女手中的汽油还有炸弹，要是商场里面发生爆炸，那人员的伤亡将是无法估计，警局局长更是可以直接回家耕田了。虽然警方千追万赶，可他们还是没能在商场里面抓住墨镜女。不过好在她一路上没有做出过激的行为，没有任何一个市民因此受伤。可是很快就出现了非常奇怪的事情，
因为这个墨镜女在商场里从头到尾都是自己一个人，没有跟任何人接头，一直拎着自己抢来的钱在逛商场，甚至还在服装店里买了一身新衣服，全身上下还换了几次穿着打扮，似乎是有意要躲避警方的追捕。那按理来说，换了衣服就应该马上逃之夭夭，可是墨镜女却像逛商场那样不紧不慢地走着，根本就不把商场监控放在眼里。离开商场前，她还偷翻了一家店铺的收银柜，从其中偷走了一笔现金。看到这里，警方就觉得这个女人可能是惯犯，以前应该有过多次作案经历才会如此淡定，又也许她是被人威胁。不过仔细观察女子一路上的神情，怎么看都不像是被人威胁的样子。不管3七21，先把人带回警局再说。那出于安全考虑，警方并没有直接逮捕墨镜女，因为她从银行出来之后，一直就往人多的地方钻。警方只能预先通知军队，让排爆部队严阵以待。从一个商场出来之后，墨镜女就穿过人来人往的红绿灯路口，来到了另外一家大型商场。而跟踪她的警员就发现，她还直接用抢来的钱在珠宝店里面给自己买了首饰，就是为了搭配刚才新买的衣服。穿着名牌衣服，戴着金贵珠宝，提着一袋沉甸甸的越南盾，墨镜女是满脸春风得意。下午2点半左右，女子走到外面人群稀少的道路后，警方就果断采取了措施将她逮捕。当排爆兵小心翼翼打开袋子后，却发现事情不太对劲。里面的东西虽然看起来确实像是炸弹，有电线，有计时器，有胶带，但唯独就是没有 TNT 还有雷管。整个包裹里杀伤力最强的东西也只有汽油。捣鼓了大半天，他们就发现这炸弹是假的。墨镜女被抓后情绪非常的激动，从银行抢劫成功到被警方抓住，她这一趟过山车还不到3小时。从走进银行时的无比忐忑，到成功抢劫后的紧张刺激，再到大手笔买的痛快舒畅，再到被警方直接按倒在地的锒铛入狱。墨镜女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快就被画上句号，正如一阵龙卷风，把你逼得快发疯。然而，当警方把她带回警局审问后，却发现令人震惊的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。警方搜出了墨镜女的身份证，发现她的名字叫做冯世胜，案发当时只有24岁。年轻的警员一看这名字就不淡定了，这名字怎么觉得很熟啊，总感觉在哪里见过。实际上，冯世胜确实是个公众人物，案发前她还是个女网红，经常活跃于越南电视台的综艺节目。从图片来看，冯世胜在素颜上虽然不算是大美人，但是搭配妆容和美颜功能还是能让不少人印象深刻。可他都已经是公众人物了，怎么还敢做抢银行这种事情呢？起初警员就怀疑他是在冒充别人的身份，但是仔细对比后就发现他真的就是冯世胜本人。而在一番调查和审问后，越南警方又发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。根据资料，1995年，冯世胜在越南的北江市出生，高中毕业之后没有继续攻读大学，直接就成为了社会人。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西贡做房产销售。大家都知道，想靠销售实现财富自由，要么就是得有过硬的资源背景，要么就是有双能说会道的嘴巴，还是能把黑说成白的那一种。显然，冯世胜是后面这一种。在后来公司举行的一次活动中，女主持人因为临时有事，突然无法主持活动，这可把活动策划急得团团转。说好的事情突然就被放了鸽子。获悉状况后，19岁的冯世胜就毛遂自荐，主动请缨主持活动。起初活动负责人也很犹豫，但是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。而出乎意料的是，上台后的冯世胜不但没有一丝紧张，还在多个关键节点临场发挥，出色地完成了主持工作。活动结束后，就有同事开玩笑说：“你可以去电视台当主持了。”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就是同事这些不经意的笑话引起了冯世胜的注意。他一边照着镜子，一边想着，其实老娘我的形象也不差，有机会呢确实可以试一下。毕竟单靠卖房子这份工作，几百年才开一次单的业绩，说不定哪天就得饿死街头。为了磨练自己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冯世胜总是会有意无意地负责主持活动。
偶尔呢还会去做几个兼职，提升一下自己的舞台感。这一番磨刀霍霍之后，冯世胜就正式进军电视台，开始参加一些选秀节目，例如越南偶像，还有越南喜剧人等等。虽然他的决心很大，但是盘根错乱的娱乐圈又岂是普通人能够玩得起的？既然没有一流女星的脸蛋和身材，也没有直达罗马的人脉，那就用谎言来包装自己，用故事博取大众的关注。而在参加节目时，冯世胜就撒谎说自己从小就有个音乐梦，只不过碍于家庭条件贫穷，所以就没法从小直接接触各种乐器。高中辍学后，只能一边干着房产销售，一边攒钱学音乐。看着满眼泪花的冯世胜，听着无比励志的故事，不出意外，很多民众纷纷就把票投给了他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从冯世胜在舞台上的表现来说，他确实有几把刷子，可以翻唱中文、韩文还有英文等多种风格的歌曲。而正当他以为自己马上就能成为舞台一姐时，让他担心的事情还是出现了。因为刚上几天热搜之后，他就沉了下去。为了热度，2018年6月时，冯世胜就参加了越南一档知名的相亲节目，名字叫做《完美爱情》。这节目刚开始时，他的表现还算是非常冷静，偶尔只是附和一下台上的女嘉宾。但是慢慢的，冯世胜的心里就变得非常着急了。当然，他着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好男人被抢光了，而是因为迟迟没有出头的机会。相亲进行到一半时，节目现场就来了一位重量级的男嘉宾威尔。他此前是越南某个偶像组合的一位成员，由于身材高大、长相帅气，一直是越南女网友心里的男神。自从这位男嘉宾一上台，就不断引起台下女观众的欢呼。有这么好的机会，冯世胜肯定不会放过。他直接就表白说：“请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说句 I love you。”不出意外，冯世胜收到了委婉的拒绝。节目播出后，很多网友就在他的社交账号下留言。就你也配合我们家男神表白？而在痛斥冯世胜自不量力的同时，还有网友说他这是在蹭男神的热度。而一时之间，冯世胜就陷入了告白风波。虽然威尔的一些女粉丝说话很难听，但是冯世胜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不怕你们骂得难听，就怕你们骂完就走，要的就是这群黑粉带来的热度。几乎在同一时间，冯世胜就开通了自己的 YouTube 频道，名字叫做 Can Be Official， 还在上面发布了自己的很多翻唱视频。从主页来看，冯世胜的演唱确实非常简单而且励志，拿个手机就直接开唱。录音的地方似乎也只是个普通的卧室，而为了修饰后排的背景墙，他只加了一条小灯带作为氛围灯。他最后一期视频的更新时间是2018年8月7号，也就是动手抢银行前的2个月。从此之后，他就断更了。回到冯世胜的综艺节目之旅，在2019年7月，他就参加了越南另外一档知名的节目，名字叫做《梦想世界》。这是一档歌唱节目，最后胜出的歌手呢，将有机会被送到韩国培养。考虑到是前往韩国培养，所以冯世胜参赛时就选了一首韩文歌曲。不过让大家意外的是，作为一个从小说惯越南语的人，他在演唱韩文歌曲时，他的发音演绎非常的到位，还因此受到了韩国评委的肯定。而在吃了一颗甜枣之后，冯世胜又挨了另外2名评委的一巴掌。这2名评委认为，冯世胜在刚才自我介绍个人情况时，有一点侃侃而谈的感觉，所以就希望他下一轮比赛时能够简明扼要的介绍自己。我们的观众呢是来听歌的，不是来听你讲人物传记的。因为当时参加这档节目的歌手数量有数百名，所以竞争可以说是非常的激烈。虽然在这期间，冯世胜还演唱了自己创作的歌曲，但是在距离冠军只有1步之遥时，他不幸被淘汰了。在大众投票时，因为人气不佳，他最终止步在前10强中。而趁着这个歌唱节目带来的热度，冯世胜又参加了另外一个喜剧挑战比赛。一个歌手跑去参加喜剧节目，自然而然就引起了观众的注意。而根据资料，这个节目呢就要求参赛选手独自完成喜剧表演，
包括节目组安排的，又或者自己创作的剧本。但是一心想冲着炒作自己知名度的冯世胜，很快就被戳穿了意图。与梦想再次擦肩而过的他非常伤心，明明付出了那么多努力，可是还是没有得到认可。比赛之后，冯世胜就反思了自己，他认为自己在软件方面还是不错的，就是卡在硬件上。他觉得需要好好包装一下自己，因为之前参加节目的原因，冯世胜已经花了不少钱，加上房产销售业绩平平，所以兜里的余额也已经是捉襟见肘。因此在当时，只要有商演找上门来，他几乎都不会拒绝，只要给钱就行。可是商演赚的这点钱根本就是杯水车薪。为了实现自己的音乐梦，冯世胜还经常向周围人借钱，包括高利贷在内。随着越滚越大的债务雪球，冯世胜也是越来越烦。2020年10月后，他这种情绪来到了顶峰。此时的他意识到，靠正常的路子是发不了财的。 High risk, high return， 高风险高回报。就拿常说的挣钱3剑客黄赌毒来说，凭着自己的年轻姿色，往小巷子里面站一站，客人还是有的。不过想到自己是一代顶流女网红，居然要沦落成站街女，这要是被人发现了，那以后自己还怎么在越南混？所以第一个黄牌就被冯世胜给直接否定了。后来有一次，他在望族逛街时就注意到了路边的银行，实在不行那就强势银行咯，说干就干。而在行动之前，冯世胜就专门上网搜集了相关案例。由于没反动的枪支，所以他就打算用炸弹恐吓这个土方法。可是对于一个平平无奇的弱女子来说，弄炸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自己去抢银行的钱，不是去找阎王爷要钱。考虑一番之后，冯世胜就决定自制炸弹。他在网上找来了一些教程，并在多个地方买了不同的材料，包括汽油、电线、计时器等等。最后还真的弄出一个很逼真的模型。不过这个炸弹呢是假的，因为里面没有雷管，也没有炸药或者 TNT。而在找资料制作炸弹前，冯世胜就逛了当地很多家银行，查看周围的交通环境还有人流情况。细心的他就发现，一天到晚最佳的作案时间是中午。其一，早上大家都要上班，高峰期人流和车流都很多，等下钱还没有到手，恐怕就要直接被热心群众按倒在地。那下午就更不用说了，银行办了一天的业务，经常有运钞车过来取钱，几个荷枪实弹的保镖站在那里，自己这时候下手，那就是寿星公上吊，嫌命长。反倒是中午，大家都在吃饭或者午休，而路上的人呢也非常少，到银行办理业务的人也少。而最终，冯世胜就将目标锁定在了一家越南科技商业银行。这家银行呢有午休的制度，所以这就降低了作案的风险。而在10月10号中午12点，他就正式实施了计划。不过在前往银行之前，他就戴了一副墨镜还有口罩伪装自己。而在坐出租车前往这家银行时，冯世胜的心里可以说是无比紧张还有忐忑，毕竟是人生第一次抢银行，心里要是没一点小激动，那还叫抢银行吗？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钱虽然是到手了，但也很快飞走了。警方调查后就发现，当时负责接送冯世胜的出租车司机并不是他的同伙，从头到尾司机都以为客人只是顺带去银行办理业务，哪知道他是去抢银行。有惊无险的是，冯世胜手里的炸弹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算是炸弹，就是一个装有汽油的容器而已，里面没有炸药或者雷管。不过即使如此，拿着打火机在这东西旁边比划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。而更危险的是，他确实从银行里面抢走了钱，还拿着这笔钱在外面消费。程序室里，冯世胜就承认了自己所有的犯罪事实。他还觉得，由于自己使用的工具不属于法律上定义的炸药，所以警方是没法以非法制造还有使用爆炸物为由定自己的罪。可即使如此，冯世胜还是被判了19年的有期监禁。也就是说，当冯世胜下一次从监狱里面走出来时，他已经是44岁了。他浪费的可不仅仅是19年的宝贵时间，他更抹杀了自己在这19年里可能会取得的一切成功。天下熙攘，皆为利来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网红确实是一条很不错的致富路。因此深陷其中的人总是会做出一些我们普通人难以理解的事情，
就例如小渊我，总是喜欢当博眼球的标题党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拍视频这件事情确实让我有了很大的收获。就例如以前我根本说不出口的普通话，现在感觉没有像以前那样一开口就被别人说漏风。但是不管如何，如果为了出名选择去做一些很奇葩或者是违法的事情，那就是脑子有病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